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今天视频的主角是红米 K806550的电池，以及大家万众期待的一加 A45，它是6415的电池，两台手机都是骁龙的8进3处理器，但是它是1.5T，它是2T。要感谢纸飞机 Paperfly 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啊！谢谢飞机哥，这两台手机都是他寄给我们的啊，非常感谢啊！相关的设置与流程，我们就在屏幕的这个地方了，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流程吧，先去嗦个面。早上吃粉期间呢，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 B 站4K 视频，并且开启弹幕。不是吃面吗？我们发现现在这一加的亮度要更高一点啊，我就把红米的亮度调高一点，给它们调到一致。我们两台手机都用的是默认的屏幕色彩设置啊，一加的会稍微浓一点，我们看，而且它们都开启了环境色自适应。你为什么不吃完啊？吃不下了，不想吃。他等会儿想去吃甜品，所以要留点胃口。你今天为什么又穿这件衣服啊？我换着穿的。那你什么时候穿女装的？我就穿它换下来的。大家都想看你们两个穿 JK， 你说什么？躲得过吗？你们觉得？看了20分钟视频，掉了1%的电量，这个表现还是稍微可以的。我觉得不可以，红米还是100%，说不定就是假的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王者荣耀吧。我们第一把两台手机用的都是均衡模式呀，它们都可以开启120帧加超高分辨率，加极致的画面质量，加 HDR，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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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5v5排位吧。你们两个今天做这么开是有什么原因吗？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磕的 CP 可能已经 BE 了，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父子。第一把王者我们打了16分钟，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把呢，我们还是打均衡模式，但是我们会把游戏相关的设置都打开。红米我是开了显示增强跟触控增强，一加开了超级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啊。今天为什么选择一加145跟红米 K80对比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测过 K80啊，它的表现不是很好。然后最近过了这么久，也更新了一些系统，我想看一下现在表现怎么样了。同时，它们俩价格跟电池呢差距也比较小。为什么不用 iQOO 60对比呢？是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而且表现一直都很好啊，除了续航，其他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拿 K80进行一次复测。我现在只能通过构图拉近你们的距离了。第二把游戏也打完了，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一轮信号测试。打完两把游戏之后呢，一加只剩87%的电了，红米还剩89%。那我们现在进行信号测试了。好的，刚刚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视频了。现在两台手机啊，全都是联通的5G 网络 ，OK。左边这一台有小横条的是一加啊，发送。可以看到一加的屏幕是稍微比红米的要亮一点的 ，OK， 两台手机都有导出，而且速度也差不多。哎，可是到了这个页面，有可能是因为环境色自适应的关系啊，红米感觉是亮度要高一点的。哦，一加会比红米快一点。哦，一加发完了，红米还差一点，红米大概慢了2秒钟的样子吧。好的，现在两张卡全都是联通5G 啊，我们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我点。感觉两台手机现在速度差距不大哎，一加这个底下有一堆哦，这跟真我差不多了，红米就只有这一个。完了，我觉得红米要赢了。红米那为什么就是完了呀？因为我用的是一加呀。啊，红米下完了。啊，一加也就大概慢了2秒吧。好的，现在我们一边在用电信卡打电话，用联通卡上网，我们来刷下抖音，看他们的双卡稳定性怎么样啊？哎。红米出现的这种加载啊，哎，又是红米，哎，一加也有，它们出现的早晚是有点区别的，但是出现的频率其实差不多哎。红米是一开始出现，一加是会后面出现啊。我们现在换了一张卡，我们在用联通卡打电话，用电信卡上网，两台手机都是5G 啊。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台一加呢是樱木的，它已经点了赞，并且已经关注了啊。看，哎，红米出现了比较长时间的加载 ，OK， 一加也出现了，哎，两台其实都会有啊，可是感觉红米在电信的时候好像是要更明显一点的，你看，红米就会这样卡着不动，哎，挺明显的吧？你看。一加就没有这种长时间的加载。那用电信卡上网的话，就是红米会稍差于一加啊。现在是上午的11点18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12分的手机，一加只剩85%的电了。红米还有87%，怎么说啊？
啊，我这2K 屏电量比假的，我又假的了。我们现在用高德地图的步行导航去中午吃甜品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两台手机在太阳底下亮度啊，是明显左边这台一加啊要亮于右边的这台红米啊。待会儿再看吧，好吧。现在确实是 A 加亮一点。然后过程中呢，我们还会使用美团看一下中午到底吃什么。甜品我就不吃了。导航是让我们直行，但是我们不小心走错了，又走到左边来了。看看他们俩的位置会不会变化，以及会不会给我们规划新的路线吧。红米和一加的位置现在都是对的呀，但是一加给我们重新规划了新的路线啊，他知道我走错了。那我就继续往前走了。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在忘他呀？他用的手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还是他有问题啊？这已经走出20多米了，就快到这条路的中间了。哇，这太远了，20-30米。我相信红米后面会变好的。有可能是一加太勤了，红米挺正常的。在红米重新规划路线之后，走了不到10米啊，一加又重新规划路线了。他知道我走错了，他就想让我往西边走了。红米没有任何变化，那我继续走啊。我们看看走到那阳光的地方会不会变嘛？不变我们就走了。这又有20多米了，这个红米慢了一加能有快40米了吧？我的天哪！好远啊！红米它定位一直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规划路线会慢一加很多。你就是想晒太阳吧？我们现在来刷一下美团，看看会不会有加载的情况啊。然后手机好像都没有出现那个白色的，只是要在最底下的时候加载一下。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是左边这台一加的屏幕其实是比右边这台红米要稍亮一些的哦。导航现在是让我们往右转，但是我们又不小心走错了，我们会直行。大家看一下他们会不会给我们更改线路吧。我们过了那个红绿灯，大概能有10来米吧。两台手机的路线都规划了，他们的定位一直都是对的呀。我们现在过了个马路啊，红米现在的定位是准的，一加它跑到对面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呢，一加的整体亮度是要比红米高一点的，看着爽一点。我这一段用下来，感觉它的自动亮度过于灵敏了，有时候我觉得它亮度有点勉强的时候，它还会再给我再降，太灵敏我觉得不太好。在这一节路上，我们走了小100米，红米的定位也飘到对面去了。一加就一直在错的地方啊。我们刚刚又过了一十字路口啊，两台手机的实时位置还是在马路的对面。我们现在再往道路的内侧走，看看他们会不会变化。嘿，一加的位置对喽。在我们正确的位置上，红米没有变化，还在对面。你去调理吧。坏了，我调理什么？坏了，快去调。一加确实是在我们队的位置啊。你对了吗？没对啊。那你继续调继续理。走啊，你继续调理啊。走不了了呀，只能这样了。走吧，那我们走吧。也就正常了10几米吧。一加的位置也回去了，还一般好吧？你也需要调理一下。道歉的太早。这一节已经走完了，两台手机表现都很一般啊，其中红米是没有任何变化，一加就开始正常了10几米，表现在我们测过手机里面算比较差的了。我们导航了31分钟，终于到了目的地。途中呢，我们也刷了差不多15分钟的美团。整个导航的前半过程是一加的表现会稍微好一点，无论是它的定位精准度呀，还是重新规划路线的程度。然后后半段我们在黄兴北路的时候，红米表现会稍好一点吧。但是他们俩整体在这段路程表现都挺差的，因为他们实时定位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一加啊，它的这个亮度是比红米要高一点的，而且过程中红米其实是会比较灵敏一点，它会把亮度降到一个比较低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使用的这么个状态啊。现在是中午的11点53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44分的手机，一加只剩70%了。红米还有76%。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去测信号。去甜品店吃草莓塔。你呀、塔。你们两个把门锁了是要干嘛呢？洗没洗手？你今天没有把东西搞掉了吧？今天没拿东西出来。我们已经到厕所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边的这台一加呀，它比红米的屏幕明显是要黄一些的。红米每次这个真彩呢，老感觉好像没什么作用一样啊。现在两台手机全都是4G 网络，那我们联通塔打电话拨打。啊，红米通了啊，一加晚一点 ，OK。我们现在用微信发的表情包，3、2、1，点。哎，不要，哎，哦，一加会稍晚一点嘛，但也发出去了 ，OK。我们现在准备微博刷新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加已经刷新了。红米刷不出来，完了，完了呀！完了，被拉爆了呀！虽然一加也没有图片。哎，出来了。刚准备换，那就再刷新一次呗。好，我们再刷新一次，3、2、1走。啊，加载完了之后，红米好像就 OK 了，感觉它适应了这里的网络啊。
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们进入抖音了，你手能不能消停一点啊？快刷快刷，好，刷吧。好好好，抖音都是我们重新开的。哎，一加刷新了，一加刷新了。哦，红米显示网络不稳定啊，刷不出来了。有小横条的是一加啊，你看红米就还是刷不出来。虽然一加那边的网速也不是很快吧，但是它比红米还是要稍微好一点。我们换电信吧。现在用电信卡打个电话，我点。啊，红米又是率先通的。哎，一加怎么？真打不通，真打不通，这么久了还没有适应过来吗？啊，打通了，OK。那我们直接用微信发3个表情包，3、2、1点。啊，都很快了。我们继续刷着微博，3、2、1松。那我们再刷新一次，3、2、1松。啊，差不多吧，这个速度。刷抖音啊，刷，我刷。两个手机的电信卡刷抖音感觉都还可以啊。那在这个厕所呢，联通卡就是一加的信号稍微好一点，电信的2台手机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二车库啊，我们来扫一下这个墙上的二维码，我们现在离它大概1米。微信，来3、2、1走。红米扫到的会快一点，但是一加进去的快一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直接远距离 PK。还是微信啊，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来3、2、1走。我们2台手机用的还都是联通网络呀，他们都是4G。没有用，走吧。灯亮了，没有用。哦，一加扫出来了。一加牛逼。大概离那个二维码2米吧，他们2个之间差了也快2米了。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啊，来3、2、1走。哦，一加还是会稍微快一点点，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多啊，来3、2、1走。我这现在又找到了，一加扫到了，红米走吧。你能看见你的二维码在哪吗？这不就是二维码？哦，红米会比一加晚大概半米的样子啊。那扫码就是一加全面领先。我们在这个经典位置拍鬼影之前，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指纹识别位置啊。超声波就在这里啊，一加这个什么意思呢？根本就不是一个档位的东西嘛，对不对？一加跟红米都触发了一点点时间的夜景啊，可以看到就是一加这个鬼影还是挺明显的，并且 HDR 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红米这边呢触发了一点点之后，它的 HDR 也没有问题了。可是它之前是出现过 HDR 不触发的问题，它的鬼影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正好有一道光打到这儿啊，这旁边这个车灯的光啊。它其实也是有的，在这个位置，只是显得没有那么强的对比吧哈。我们再把这个灯放大看一下啊，这个红米它在触发了 HDR 之后呢，这个灯中间的分层还是比较明显的。可是，一加呢，就看不到中间那根线了啊，而且还有紫边感觉。你看红米这边就没有。我们现在打一个视频动画来看一下啊，我怎么感觉这个一加会蜡黄一点，然后红米要白一点呢？但是红米这个视角明显是比一加的要窄一点的啊，红米这个默认是没有开美颜的，一加这个就是默认的了啊。红米现在开了美颜之后就显得更光滑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后置啊，我们把美颜已经关了，后置非常的明显是一加的视角要比红米的窄非常的多啊，这窄的也太多了吧，而且画质上我感觉也是红米的要好一点啊。这个一加怎么像开了2倍一样？对啊，而且你们看后面那个牌子，那个橙色的牌子。这个红米的颜色明显是要准一些的啊，一加这边就犯惨呗。我们到北辰的途中一共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其中挂入再打一次，发现一加的后置它还是像开了2倍一样啊。其他的话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太阳还挺大的，我们就直接5分钟刷微博测试。好的，现在2台手机我们进行5分钟的阳光下刷微博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起始亮度啊，都是拉满的。一开始的亮度是右边的没有小横条的红米要亮一点啊。好，来，我们来开始刷。2台手机都是能均匀的晒到太阳的。它们之间有个小小的区别啊，就是一加呢这边是联通的5G，而红米是5G。2台手机刷起来的阻力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啊。红米这个亮度确实是要比一加要稍高一点啊，它在该亮的地方还是可以亮起来的。它的上限是有那么高的，但是我感觉用的时候它会偷偷给你降一点。
现在刷大概1分钟，它们两个的亮度没有很大的变化啊，还是右边的红米会稍微亮一点。现在是15度到16度的样子，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天气还是挺好的，而且今天雾霾也没有很重。你在干嘛呀？现在刷了大概3分钟的时间啊，还是红米呢会比一加要稍微亮一点的，但是我感觉差距没有一开始那么大了。应该都降了一点了。好的，我们现在刷大概5分钟了啊，红米呢还是会比一加要亮一点，而且这个亮度跟一开始的差距是差不多的，两台手机应该都降了一点亮度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它们现在的亮度，啊，都是拉满的。OK， 那它们5分钟的表现就是这样了。红米最后是明显要比一加要亮一点呢。OK， 我们来录像啊，今天温暖小宝很温暖，很乖巧，站在那边啊，4K 60帧标准防抖。都不去多调，我现在慢慢向它走过去。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眩光情况，是在1点钟方向的太阳。红米还是那种对比度比较高啊，拍出来没有很好看呢。从这个取景框上看，然后一加这边就感觉非常的亮啊。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区别，就是一加可以切换镜头，它有0.6倍和1倍，但是红米这边就只有1倍了啊。好，我现在慢慢的走着转。这个衣服的颜色也是一加的要稍微正常一点，因为它这个衣服在这个阳光下是稍微有一点点泛绿的啊。好，现在我离它比较远了啊，我跑过来，红米这个环境就显得很黑啊。我现在在跑着转，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抖。我从取景框上看是红米要稍微好一点啊。我现在转过来拍拍你啊，差别不大吧？红米感觉要好看一点啊。现在顺着光，裤子的颜色感觉是一加的，还是要准确一点的。红米这个从取景框上看是有点过曝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再拍拍人像啊，还是温暖小宝。红米呢是24和35，那一加呢是1倍和2倍。那我就顺光跟逆光都拍2张啊，都是默认的，我就不去多调了啊。哦，一加这个好亮啊，它检测到人脸。我感觉一加这个眩光有点小明显啊，在眩光情况下，感觉红米的好亮好白啊。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这边随便拍一下。我们先拍这一栋建筑，什么焦段都用一下啊。这2台手机我们就不拍太多了啊，毕竟他们的拍照只有这个样子，都是默认的，不去多动。一加我觉得到2倍还可以用，5倍这个清晰度一加也还可以啊。我觉得10倍虽然有点糊吧，但是也没有很差啊。哎，现在很有意思的是，一加 Ace5啊，它也有哈苏的拍照声。它没有哈苏，红米我们今天就没有开 AI 了啊，取景框上还是显得比较蓝的，一加也挺蓝的其实。哎，红米感觉是个4倍，那我就调到5倍吧。红米的这个5倍其实也还可以嘞，啊，10倍感觉也还行。我们再往远方的长沙音乐厅再拍一下，也是所有焦段都用一下。这一次我们打开 AI 啊，一加呢是没有那个 AI 开关的。打开 AI 之后呢，取景框上这个红米是真的挺蓝的啊。这个10倍拍远方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已经不够用了呀，非常的糊啊。它最多可以拖到20倍，那我就拖个20倍吧。这个 AI 感觉开了也没有什么用啊。一加还是没有红米开了 AI 之后那么蓝啊，颜色相对来说还是正常一点的。从取景框上看，我感觉一加这个10倍比红米的还糊一点。哇，这个20倍已经全是马赛克了，我的妈呀！它处理完了之后还稍微好一点了。我们再拍一下这栋楼啊，今天的雾霾是比我们之前那几期都要小的。这里是一个逆光的环境啊，一加这个屏幕在逆光的时候确实有点看不太清啊。一加在这个1倍的时候，这个太阳打出来的鬼影在这个左下角挺明显的啊。红米在这个情况下鬼影是没有一加明显的啊，可是我觉得它的 HDR 效果好像是比一加要稍差一点的。不确定，因为现在阳光是对着我的，我有点看不太清。红米的这个取景框比一加要亮很多，我是能看到一点东西的。我再看一下成片啊，10倍都挺糊的吧，但是5倍感觉勉强还能用了。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个树呢，已经枯掉了啊。它现在这个黄色不是很明显了。红米这个开了 AI 之后就是很蓝哦，一加这个就很明显的没有那么蓝啊，它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肉眼所看到的这个天气啊。再拍一拍这个绿色的树啊，虽然它现在也有点泛黄了啊，稍微是有点偏黄绿色的。虽然一加的这个蓝天啊是会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蓝一点，但是差距不是很大吧。可是我从取景框上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 HDR 的白边啊。我不知道成片有没有，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红米这个天真的很夸张，红米我是也能看到那个 HDR 的白边的，大家也可以注意看一下。可是取景框红米真的要亮很多，大家看啊，开了 AI 之后这个天啊，很恐怖吧，非常蓝啊。我们把 AI 关掉看一下，而且它10倍到绿叶了。把 AI 关掉之后没有那么蓝，但其实也还是挺蓝的嘞。
它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要难很多啊。刚刚我们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拍了2分钟4K 60视频，拍了22张照片，还在阳光下刷了5分钟的微博。现在红米还剩61%的电，一加还剩55%。现在正好是下午的1点01分，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33分钟的手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会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里面的导航表现怎么样。好的，我们已经上车了，2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左边的是一加，右面的是红米啊。现在我们正在这桥下掉头。哦，红米的反应稍快一点啊。我们在进行着右转，看看谁更灵敏一点啊。我们已经转出来了，2台手机都有点滞后，它们的反应速度是差不多的。我们这次2台手机导航选择的路线是营盘岭大桥，但实际上我们会走南湖路。等我看看谁的修正会快一点。好的，现在我们实际路线已经跟导航显示的不一样了。2台手机很快都修正了，现在他们的路线是一样的了。现在我们又走到辅路了，2台手机还是在主路上面啊，都没有主动切换。我们在锵江中路上行驶了4-5公里啊，除了主辅路切换，2台手机都没有别的问题。我们现在右转就要进入到隧道里了。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了隧道了，他们都在隧道定位中。2台手机的亮度也降到差不多的水平，还是可以看到一加因为环境色自适应的问题，它是稍微黄一点的。2台手机的进度还挺一致的。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弧线上面行驶，2台手机好像有一点点的滞后，他们俩的表现真的太接近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了，2台手机又提前了，他们已经进去了。哦，他们在这卡顿了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左侧岔路口了。好的，我们现在要出隧道了。OK， 我们已经汇入到主路了，2台手机出来的话稍微反应慢了一点呢。好的，现在我们就要到目的地了。OK， 基本同时结束。导航了24分钟，到达中午吃饭的地方了。在整个过程中，2台手机的表现是非常接近的啊。在直路上呢，他们都没有切换辅路；在隧道里呢，他们都有些许滞后，然后在拐弯的时候又提前了。出来的时候呢，也都有一定的滞缓。现在红米还剩57%的电量。一加还有51%。现在是中午的1点35分，我们已经使用了2个小时59分钟的手机了。哎呀，马上就50%了，我跟大家就换机吧。吃完期间呢，我们就先打一把金铲山啊。一加它是可以开到120帧最高的啊，后面只能开到60帧，下面也只能开到极高啊，它不像一加都可以开到至帧呐。下面的6个小项我们都打开了。那我们就迁就一下这个垃圾红米吧，我们开始打游戏了。换的手机就这样了是吧？你们没觉得少了点什么吗？挺亲近的，没有人跟你抢了是吧？所以他去哪儿了呢？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是哪里啊？美丽的新疆。今天倒是没有看到他在线啊，看他今天上午在睡觉。那你们的3口之家就没了呀？本来就没有存在过，本来就没有家。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他应该是什么呢？围裙妈妈。在他们打游戏的过程中啊，我在看再见爱人的解说。你也看了一点这一期的再见爱人吧？你锐评一下。杨紫演技就很油腻还假，真的好假，我受不了了。你准备参加下一季吧？爱人不是在身边吗？不是要再见。这一段是你自己发自肺腑的，我没有安排你啊！我没有安排你啊！我没安排你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我没有安排，是他自己搞的。感觉这把可以吃了呀。吃什么？吃我的。不是这个人是真疯了吧？感觉不太对劲。我也感觉他不太对劲。就是过年了要带个男朋友回家了。你家里是不是说你不带个对象不让你回家呀？那你准备带谁呢？带你。带我，我才不跟你去呢。这把接下来我们打了33分钟啊，过程中呢2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现在是中午的2点16啊，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37分钟的手机了，一加只剩40%的电了。红米还有45%。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点中午吃的照片。中午吃的照片？吃的在这儿，大家聪明人应该是可以看见的。对啊，我看见了啊，很多啊。OK， 吃饭之前我们先来拍一下照啊，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红米打开 AI 啊，然后其他我们都不去动了，一共就拍5张照片嘛。红米还是比较经典的，就是这种对比度比较高啊，显得黑黑的。这个机就像烤糊了一样啊。绿厂之前拍过几次，感觉还挺好看的啊。看一下一加这次怎么样？会比红米显得要稍微自然一点吧。但是你要说它真的很好看的话，我也不觉得特别好看啊。可是成片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吃饭期间我们就看 B 站直播，用的都是原画画质，并且开启了弹幕。2台手机亮度的话，现在看的话，红米呢会显得稍微白一点啊，然后一加呢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色自适应就显得黄一点。那我们把一加的亮度稍微调高一点点吧。现在2台手机的亮度是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吃饭吧。我们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 B 站直播，现在红米只剩40%的电了。
一加还有35%。另外我需要说一下啊，这个一加这个问题还没有修复啊，它这个横屏的这个状态栏现在是摆了16颗图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书艺商业草喝点东西吧。好的，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来扫一下二维码，左边的有小横条的是一加，它现在屏幕会比红米 K80要亮一点。来，3、2、1，挪走。扫码速度倒是差不多吧，但是红米这边又出现广告了，这个有可能是 App 的原因啊。我们现在书艺店门口在扫了二维码，撤。还是用了支付宝啊。一加快，稍微快一点加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商演草了啊。现在2台手机，我们来看一下，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一加这边是双5G，红米这边是双4G 啊。以我们之前经验，就是在这个书艺商演草，其实5G 呢是有一点点陷阱的啊。默点。其实我们已经拍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都要导出。红米先发了 ，OK。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环境色自适应还是一加，这个显得明显一点啊。左边有小横条的是一加，怎么都不动啊？这5G 跟4G 没什么区别啊，感觉4G 还发的多一点。你今天开吗？今天不开了，一样差，有什么可开的？现在红米开始飙了，飙了！哇，红米发完了，它突然一下非常快，一加也开始飙了。OK， 可能这一下信号突然变好了吧？一加比红米还是要慢了一些的啊。好的，我们现在来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一加还是联通的5G， 红米还是双4G 啊。点，红米现在在4G 的情况下有2兆左右速度，可是一加为什么一直显示8K 啊？它先把广告加载出来了。广告先行。就这样还要先加广告出来的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是，虽然环境色自适应是一加这边明显一点，可是现在屏幕的亮度是红米明显比一加要高的。我们来开关一下吧。好，红米是稍微降了一点的，一加是没什么变化的，红米还是会显得比一加稍微亮一点啊。开不开？这个可以开了吧？等红米下到一半，我要把它跟一加换个位置。好了，下差不多一半了，来吧，给2台手机换个位置，没有什么变化啊。你看这跟位置没什么关系的，一加换过来感觉还更慢了。行吧，我觉得红米应该是赢了。你看红米还有2兆多呢。红米现在在这里学聪明了，它不像以前会4、5G 疯狂的乱窜啊。然后一加呢，现在就是 5G， 但是这完全不是 5G 的速度。一加突然飙了一下，也1兆多了。皱。可是红米也没有慢啊，哇，你好激动啊。OK， 红米下完了，我们看一下一加速度会不会变快啊？差不多吧，就这个速度吧。一加只下了50几兆。我们先打一把5v5均衡模式的王者荣耀啊。还是把这些触控增强啊，这些什么细项都打开了。我们这张用的是自动亮度啊，在游戏里发现红米会稍微暗一点，我就把它锁到跟一加差不多的亮度了。我打的过程中发现一加的颜值一直很高，它正常绿的时候都是90多，然后经常会变黄，你看一下就跳到黄色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110的延迟在玩。红米就有短暂的黄一下，然后就回来了，但是它的整体延迟也有70、80。打了5分钟，一加的延迟突然回到50了，什么意思啊？它刚刚11刀呗。你那边自言自语什么呀你？我在辅助1打5，把对面5个人包围了。这把就打了9分钟钟，我发现一加突然锁90帧了。虽然它从5分钟开始，它网络就没有问题了，但是9分钟它锁到了90帧啊。网络又开始了。红米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是120帧啊，它的延迟现在是50、60。均衡模式的锁帧是吧？待会儿我们开性能模式再看一下，好吧？然后一加它是均衡模式，加上游戏相关的设置开了一些，比如说超级 HDR 画质、高分辨率这些。整体负载就比正常的稍微高一点点吧，锁90帧我觉得有点离谱。这把游戏打了12分钟，红米的帧数是没有任何问题，它的网络就会偶尔跳黄一下，然后很快就恢复到绿色。一加呢就在4到5分钟的时候，它是一直显示黄色，后面呢偶尔出现了几次，在第9分钟的时候锁了90帧。那么第二把我们就把壳摘掉，然后开启性能模式再打一把。我刚刚关键时刻卡了一下，不然把对面射手杀了。哎，就卡那么一下。我被他害死了，我网络没问题，被秒了呀，被数值怪秒了，我傻逼游戏，我太有操作了，过来一个平 A 一个大招我就死了。他们两个在打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这2个壳啊，左边是红米，右边是一加啊。一加这个壳呢，上面有一些这种纹路啊，并且这个边上有一个 Ace 啊，而且 logo 也是这样子的，对，对应的它是对应的，红米就是只有一个 logo， 它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而且从质感上来看的话，是一加这个要好一点，而且抗污性也是一加这个要好一些啊。里面的话就大差不差了啊。高手，你为什么这么多白头发？你操心啊！每天操啊，操什么？操什么？操劳。你是劳是吧？你是老，他看了对面一眼他就没了。
直接爆炸了。太菜了。哎，然后这边推了。第二把性能模式5v5王者荣耀，我们打了快24分钟。一加的网络跟帧率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网络就可能黄了1、2下吧，不影响游戏。红米的帧率没有任何问题，它的网络就也是黄了1、2下吧。现在红米还剩20%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啊，一加还有11%了。我们今天使用了5小时6分钟的手机。为什么会说一加先下班啊？难道说最后1%又要历史了？摸一下温度吧，看看。红米这个感觉正面比背面要稍微烫一点哎，其实它温度还蛮均匀的，温热吧。好，我再摸一下一加，哎呦，一加感觉要稍烫一些了，屏幕。哇，它整机都会比红米要烫一点，没有到很烫手吧，但是是有一定的温度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坐地铁了，地铁上我们会刷一些好看的东西啊。什么好看的东西啊？坐地铁了，刷抖音，给大家整点爱看的。就你爱看吧。哎，这是你怎么也这样了？这是他的。哦，好，你又被制裁了。我只是爱给美女点赞都不行了。刷了差不多10分钟的抖音，现在该换小红书了。哎，依依不舍是怎么回事啊？抽查一下你的小红书。这是他的小红书。那他小红书还挺正常的呀，还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东西吧？我们已经在换乘了，刚刚我们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现在来换淘宝。看一下。那他的呀，盛好金大又来了。又来了呀！怎么一打开就有这个东西啊？你点的，所以是你想要。放屁！上次就是你点的。刚点开。这些的淘宝都是我用的，所以都很正常。他用的就不正常。就刚刚我们清了一下后台，然后就突然卡住了呀，这个微信。你这一家这是什么界面？这卡拉 OS 15也这不是截图啊，看一下。不是截图啊，我还能打开的。哦，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出地铁站了，在地铁上我们刷了25分钟的信息流，现在一加还有5%的电。红米还有13%呢。我们可以看到2台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几乎就是一样的。那到时候呢，谁后关机，我们就以谁的为参考了啊。刚才在地铁上他们俩的网络都没什么问题的。现在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今天在吗？今天衣冠整齐呀。OK， 看一下今天有几只，好像只看到1只。有一只在剪毛，哇，好可爱。那是狗吗？兔子吧？哎，那是兔子，那不是狗，跟你们不一样。跟我不一样。我是龙。有奖竞猜，好吧？今天在不在？不在。OK， 他在。怎么这里有兔子呀？哦，好可爱，小兔子。做成麻辣兔头一定好吃。我觉得这里的街坊应该会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我看他们其中有几个已经比较眼熟了，到时候会不会有人报警啊？说我们是过来踩点的。我们在这里走了快12分钟，有800多米啊。现在红米还剩10%的电，快点说啊！一加只剩2%了。我们现在赶紧来看一下起点啊。好，起点是一加更准一点啊，因为我们是靠里面一点的。然后走到这个巷子里的过程，2台手机都差不多。哎，但是这里2台这个回头路怎么感觉都没有在那个地方呀？但是红米相对来说好一点吧？对，因为红米的这个路线是对一点的，一加这边是交错了的。哦，又没有在这个路上。也都没有在路上。可是一加这里是什么？哎呀，一加差得多一点。好了，大店小吃的话是红米会相对准一点，它还是有一节在路上的，一加这边就到楼上了啊。走2栋楼之间，应该是红米准一点。对，一加穿完了都。对。哎，这个纹庙屏像一加好像还可以。红米还是相对来说准一点来，你看到后面那一节，一加走就穿了。开阔的古潭街来走，啊，那红米就明显准一些了。哎呀，一加不行，一加就没有在路上呀。一加就是开头好一点。那么2台手机的步行轨迹记录来看的话，是红米稍准一点的。现在正好是下午的5点呀，我们差不多用了5小时48分钟的手机了。那么最后的电量呢，我们2台手机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吧，看看一加还能坚持多久。打了快8分钟，一加1%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了。啊？怎么就没了？啊？什么意思啊？关机？哎，关机了？它刚进入超级省电模式，然后我们还没报完，它关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从来没遇到过，绿厂的手机我们用了很多台了。今天一加整体的使用时间就是5小时58分钟吧。它刚突然就闪了一下。不是我们黑绿厂，不是什么呀？我们还准备说要猜一下这个1%它能打几十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的，这啥情况啊？真没了，你看现在摁开机是开不了的。提前下班了。然后红米 K80此时还剩8%的电啊。
上一次红米的话是6小时15分钟，所以说红米 K80这次的续航应该跟上次是差不多的。有可能就是稍好一点吧，我们2次负载也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稍后就进行总结吧，待会儿见。事出突然啊，现在这个手机确实是开不了机了啊，我们还是试了一下啊，它显示了一个要充电的图标了，是开不了机了啊。不是吧？为什么它连超级省电模式都这么垃圾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2台手机。等一下，总结开始之前，我们先感谢一下纸飞机老周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啊！感谢飞机哥，感谢飞机哥给我们寄的2台手机啊！我先来说说我这台1+145吧，它今天的续航成绩是5小时58分钟。它的优点呢，首先就是它一天的整体亮度相对来说比红米稍好一点，因为在有些地方还是红米会高一点的。然后它在厕所的联通卡信号会好一点，以及它在亮光啊、暗光啊，它的扫码速度会快一点。还有就是一开始的步行导航，它的表现比红米稍微好一点点。此外呢，它比红米便宜200块钱。还有一个非常狂霸、酷炫、炸天的手机壳，没了，我陈述完毕。主要就是它这个1%突然就没了，这个超级省电模式给我整不会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使不动了，这怎么办啊？要被打成立场的黑子了，真是事发突然，我们都没有想到的。那有请胜方发言吧，我没办法了。红米 K80这次的表现，我感觉是比上次好了很多了，尤其是它的性能释放变得激进了。它打游戏啊也不锁帧呐，而且它的整体发热也比1+145要好一点。1+145均衡模式，王者5v5 9分钟锁90帧啊。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它在刷微博的时候啊，亮度会比1加亮，而且坚持的时间也比1加久一点。但是它的亮度策略还是有点迷的，它有点太灵敏了。它一到比较暗的地方的话，它的屏幕亮度就迅速的降下来了，可能会让我们看得比较难受一点。但是它的亮的地方一下又提起来了。除此之外呢，这台红米来说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槽点了。按照现在只比它贵200块钱的售价来说，它多了一个超声波指纹以及2K 屏幕，我觉得来说还是非常值的，好吧？而且它的充电还是90瓦的，这个1加只有80瓦。就1+A45这个时间点来看，我们应该是完全不推荐它的。那么与我们之前测过的 iQOO Neo 10相比呢，只能说 iQOO Neo 10没有金属中框，但是它的表现是非常好的。iQOO Neo 10那个手机就是续航差了点啊，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并且 iQOO Neo 10也有超声波指纹呢，这个还没有。这2台手机的拍照呢，据大师来说就勉强够看吧，卧龙凤雏，没什么好比的。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啊。我还要再 diss 1+145一点的是，它的微信视频通话的后置，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是开了2倍镜一样呀，非常的奇怪，很近。看得清楚怎么了？不清楚啊。那我确实没话可说。本来我们今天还是想说以1+145的亮屏时间为标准的，因为我们觉得红米是2K 屏，电池只大了100多毫安时，应该是红米先关机。结果1加真是今天让我们开了眼啊，拉了坨大的，这个是真的使不动了，感觉没有调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2台手机的话，还是更加推荐 K80一点啦。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0加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